我是一只不会飞的小山雀，为了讨口饭吃，我只能在树梢上卖唱。没想到吵醒了树洞里的蟒蛇帅哥，他实在忍不下去了。不要再唱那鸟语了，以后我养你。说着就要往我嘴里塞毛毛虫，吓得我立刻变成了小雌性。蟒蛇帅哥眼睛都看直了，可还没等他摆好 pose， 隔壁的大佬们闻着味就过来了。此时刚睁开眼的我，感觉整个人都快裂开了，喉咙干得像吞了把沙子。我刚想抬手揉一下眼睛，结果啪的一声，一对毛茸茸的小翅膀直接呼在了我的脸上。低头一看，我那白皙嫩滑的小手竟然变成了一双白花花的鸟爪子。再看肚子，圆滚滚的，还覆盖着雪白的绒毛，我直接石化。我不是刚放寒假准备熬个大夜吗？怎么熬成一只鸟了？我不死心的扑腾了2下，脑袋像个糯米团子一样，软绵绵的栽进了翅膀里，小嘴还不受控制的发出叽叽叽的声音。完蛋了，我不仅穿成了一只没脖子的小肥鸠，还是一只不会飞的雏鸟。我费劲的趴在树干往下看，感觉这树的有摩天大楼那么高。这也不是个鸟窝啊，我是被谁当成羽毛球打上来了吗？还没等我想明白，肚子就咕噜的叫了起来，饥饿感铺天盖地的袭来。为了活命，我忍着羞耻发出叽叽的求食声，可是叽半天喉咙都冒烟了，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。我着急的直跺脚脚，突然想起穿越都有金手指，我赶紧闭上眼呼唤系统，系统没唤出来，倒是觉醒了木系异能，周围的草木灵气疯狂涌入我小小的身体里，身体变得滚烫，羽毛根部传来阵阵剧痛，我一个踉跄直直朝下坠落。完了，这么高掉下去，我肯定要砸成鸟饼了。这时树干上的藤蔓像活了一样，几条粗壮的绿藤猛地织成网，稳稳护着我落下。就在落地的瞬间，我从圆滚滚的小肥鸠变成了一个人类小姑娘，我忍不住对自己上下其手，居然变成了一个未成年，这木系异能怕不是9.9包邮的吧？我还没吐槽2句，不远处就传来了脚步声。这时我才想起，原主之所以被抛弃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之前的部落思想禁锢，认为小雏鸟可以变化成人形，是不祥的征兆。我皱了皱眉，跟这些土说不明白，我还是先维持小肥鸠的形态吧。唰的一声，我又变回小肥鸠，躲在大树后，脚步声渐渐远去，肚子又开始咕噜噜的叫了起来。看到地上有颗青果子，我好奇的蹦跶过去，嘴贱的啄了一口。尼玛，这哪里是果子，这是浓缩柠檬精吧？我小小的五官瞬间扭曲成痛苦面具。这时面前的灌木丛里突然传来令人头皮发麻的嘶嘶声，我还来不及反应，一条比水桶还粗的黑色巨蛇就冲了出来，嘴巴正死死咬着一头野鹿的脖子，鲜血顺着还在抽搐的毛发往下滴。那巨蛇似乎察觉到了视线，猛地垂下眼眸，金色的树瞳瞬间锁定了我。我两眼一黑，像泄气的皮球一样，向一旁软趴趴的晕倒了下去。巨蛇眉头微微一皱，瞬间变成一个帅哥。苍林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在手心里，伸出食指轻轻推了推我的小脑袋瓜。这小东西胆子也太小了吧，这就吓晕了。这时，一只巨大的游隼从天而降，落地瞬间化作一个高挑的青年。雨树搭着苍岭的肩膀问道：“你不是说看见小雌性了吗？哪儿呢？”两人的视线同时落在了我圆滚滚的身上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在一个干净的小窝里了。我站起身，抖了抖翅膀，认命的一屁股坐下。好吧，果然没有穿回去。这时，一阵烤肉的香味飘了过来，我立马来了精神，小眼神很快锁定桌子上的烤肉。我3、2下蹦上桌子，朝着烤肉直直奔去，抬起小小的嘴巴，狠狠往烤肉啄去。突然，我的小身体被腾空抱起，我气鼓鼓的叉腰转过身，正要说出点国粹，发现对方居然是个绝美的帅哥，黑白相间的长发，优越的五官，金色的树瞳里带着忧郁又有点阴狠的气质，一看就是那种帅气大反派长相。半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金色的树瞳看着眼熟，他不会是那条大蟒蛇吧？但是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，我得先干饭啊。我指了指烤肉，又指了指自己，嘴巴里发出奶凶奶凶的叽叽声。苍岭把我放回草窝里，温柔地抚摸着我的额头说道：“小啾啾，你现在的身体可消化不了这些烤肉，我让雨树准备了更适合你的大餐，马上就来了。”听了他的话，我才满意的坐下来。这时雨树刚好进来了，他看起来灰头土脑的，帅气的脸上还挂着泥巴，双手捧着一个盒子。他兴冲冲的走过来说道：“来喽来喽，小啾啾的大餐来喽！”我赶紧站起身，满心期待的盯着盒子，小脚丫在草窝里来回踩，翅膀都不自觉的震动起来。苍林打开盒子，凑到我面前，里面居然是一条条肥嘟嘟的毛毛虫和不停在蠕动的蚯蚓。我吓得全身的毛都炸了，唰的一下变成小姑娘，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我不要吃毛毛虫呀！”我蜷缩在草窝里，湿漉漉的大眼睛望着苍岭和雨树，白皙的小脸上写满了抗拒。眼前的两人惊呆了，毕竟雌性在兽世稀有珍贵，谁能想到他们随手捡回来的小鸟，居然是个这么惹人怜爱的小雌性。苍岭率先反应过来，他赶紧把装毛毛虫的盒子塞回去给雨树，双手在自己的兽皮衣上擦了擦，然后把桌子上的烤肉端了过来。不好意思，小雌性，我们还以为你是不能化形的小雏鸟。我一看到烤肉就两眼放光，肚子实在饿得厉害，我抓起烤肉吃了起来。妈呀，跟嚼抹布一样，还是有腥味的抹布。我强忍着吐出来的冲动，耐心的嚼着。身后的雨树一脸惊喜的看着我。此时的我还不知道，在兽世有个规定，谁捡到小雌性，谁就可以优先当小雌性的兽夫。雨树赶紧把盒子藏到身后，下意识擦了擦自己的脸，然后开心的问道：“小雌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和部落走散了吗？”我顿了顿说道：“我叫苏秋，部落的人都觉得我这么小的幼雏提前化形是不祥的征兆，所以把我抛弃了。”雨树一脸的震惊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？你们部落里没有幼崽化形的吗？”我摇摇头，苍岭递来一块兽皮安慰道：“没事的，秋秋，我们部落绝不会干这种事，你放心在我们这里住下吧。”我乖巧的点点头，雨树也跟着点点头，然后转身出去了。没一会就带了一大堆人过来，个个挤在门口，伸长脖子往里瞧，想看看新来的小雌性。一个叫菊花的女兽人走在前面，她一进来就开始指挥人干活，然后又要把苍岭赶出去。苍岭刚开始还不肯走，菊花晃了晃手里的新衣服说道：“难道你要看小雌性洗澡吗？”苍岭这才脸红的转身出去了。菊花拉着我的手走到水边：“秋秋，你的事我都听雨树说了，抛弃幼崽简直是兽神的耻辱。那个变态的部落咱不要了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。”这话听得我心里暖暖的，我开心的洗起了澡，
换上了菊花带的新衣服，走出山洞时，门口已经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。这个部落的接纳性很强，什么种族的兽人都有。但是像我这种原型是小鸟的雌性比较少，刚洗完澡的我更加香软了，五官精致小巧，皮肤像刚剥开的鸡蛋，整个人散发着莫名的吸引力。苍岭和雨树都看傻了，菊花干咳两声道：“秋秋，晚上部落里要举行篝火聚会，你跟我们一起去吧。”我开心的点点头。好啊，好啊。话音刚落，眼前的兽人全部齐刷刷的变回兽形，巨大的熊猫，帅气的游隼，霸气的灰狼，给我看傻眼了。不是，你们都这么大只的吗？那我巴掌大的小肥鸠算什么？雨树第一个上前来，对我露出宽大的后背。球球做我的，我带你飞。旁边的鸵鸟也赶紧说道：“做我的，我带你体验一下什么叫速度。”紧接着又有兽人凑上前来抢着说话，你一句我一句的。我看向人群后面的苍岭，他没有化作兽形，脸上还挂着一丝失落。秋秋第一次见面就是被我的蛇形吓晕了的，我还是不变了。我正想开口，旁边的菊花大吼一声，紧接着变成一只巨大的白虎。他在我面前蹲下，示意我爬上他的背。菊花是雌性，又是族长的女儿，她的话很有分量。其他兽人见状都自觉地退后了。我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，指尖触碰到那蓬松的毛发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哇，毛茸茸的，这也太软了吧！我直接整个人扑倒在虎背上，菊花带着我稳稳地出发了。很快，我们就抵达了部落中心。部落里聚会氛围已经很浓了，菊花带头欢迎我，拉起我的手，围着篝火跳起了舞。族人们挨个安慰我，还给我送了礼物。我真的越来越爱这个部落了。这时苍岭又拿了些烤肉过来，还细心地撕成了条。我笑着接过，然后从兜里掏出几个青果，捏破之后把汁撒在烤肉上，再拿起烤肉试一下。烤肉果然变得更软嫩了，还带着些酸甜的口感。其他人被我好吃到爆的表情吸引，纷纷跟着学了起来。我吃得正香，一抬头，猝不及防撞进一双金色树桶里。苍岭不知何时凑到我面前，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活像只等待投喂的大猫。我的小心脏都跳漏了半拍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青果，不知道是不是太过紧张，我竟然怎么也捏不破。苍岭从我身后环住我，温热的大手覆盖在我的小手上，轻轻一捏，青果的汁水就出来了，我的小脸红的可以煎鸡蛋。正准备拿起烤肉，突然脑袋一阵刺痛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场景我为什么感觉这么熟悉？眼前的苍岭赶紧伸手扶住我，着急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，球球？”我看着苍岭的脸，瞳孔猛地放大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不是我熬大夜看的那本小说吗？苍岭也是穿越过来的，还是书里的超级大反派。遇到同样穿越而来的女主后，被怂恿黑化成了大魔头，不仅把整个部落杀了个精光，还把女主也给献祭了。我顿时慌了一批，不知道是该先惊讶苍岭是大反派，还是该先求证自己是不是那个倒霉的女主。我僵硬地转过头，看向正围着篝火跳舞的族人们，雨树还笑着朝我招招手，我的脑海里却浮现出他们惨死的模样。苍岭的声音又响起：“你怎么了，球球？”我的视线回到苍岭人畜无害的帅脸上，还好我没有暴露自己穿越的事情，要不要先试探一下苍岭呢？我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，支支吾吾地问道 ：“Are you 伐木雷？”苍岭接过小木棍晃了晃，脸上写满了问号。伐木什么雷？我在犹豫着要不要再试探一下，雨树却从旁边窜了出来，接过小木棍，得意洋洋地说道：“阿尤伐木雷啊！”我的目光瞬间锁定雨树，难道他才是那个穿越来的大反派？雨树看我正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嘴角都快压不住了。他一屁股坐到我身边，一副势在必得的表情说道：“秋秋的意思是给肉刷点油，再给火堆添把火，对吗，秋秋？”我的嘴角抽了抽，干得漂亮。得到我的夸奖，雨树烤肉更起劲了，我却突然觉得有些头晕恍惚，可能原型是小雏鸟，没办法长时间维持人形。我转身对菊花说道：“菊花姐姐，我有点累了，先休息一会儿。”说完我就变回小肥鸠，窝在菊花的尾巴上思索着。现在还搞不清楚情况，还是先维持小肥鸠的形态吧。我会是那个倒霉的女主吗？女主为什么要怂恿男主黑化呢？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。与此同时，兽氏大陆的北边，一个穿着睡衣的女孩在草丛里醒来，冷汗浸湿了她的头发，惨白的小脸上挂满了恐惧，嘴里还在反复念着：“跑，快跑！”再次醒来时，我已经回到山洞的草窝里了。我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，露出柔软的肚皮，羽毛也跟着抖了抖，时不时还蹬蹬腿，像是在梦里练习飞翔。我支棱着圆滚滚的小身子坐起身，身下的草窝里铺着柔软的干草，鸟窝尖尖的地方都被剪掉磨平了，干草还带着淡淡的药草香，应该是驱虫用的。我忍不住嘀咕道：“真细心啊！”这时苍岭进来了，他过来轻轻探了一下我的额头，没有发热，小啾啾，你还有觉得不舒服吗？我摇了摇小脑袋，心里忍不住想到，这么细心温柔的帅哥，真的是坏蛋吗？苍岭又拿出一个小盒子说道：“我怕你夜里饿了要吃东西，给你准备了点零食。”我看着那熟悉的木盒，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下意识往后动了动。不会又是那些毛毛虫吧？苍岭看着我有点滑稽的模样，笑着说道：“放心，不是雨树那个盒子，也不是毛毛虫。”他打开盒子凑到我面前，居然是香甜的葡萄干，我的小嘴巴顿时泛起了口水，赶紧啄起一粒试一下，酸酸甜甜的，真好吃。我又连续吃了好几粒，苍岭赶紧把盒子盖了起来，一脸宠溺地说道：“不能贪嘴哦。”我咂巴咂巴，嘴巴回味着。苍岭把盒子放好，准备走。我和雨树就住你隔壁，有事你就大声叫我们。我乖巧的点点头，又窝回去睡觉了。洞外的苍岭刚准备回去，突然感受到身后传来一阵寒意，苍岭的眼神立马带上杀意，身后却传来了雨树的声音：“苍岭，等一下！”月光下的雨树面无表情地站着，语气里是从未有过的严肃。苍岭，你是不是也喜欢球球？苍岭的手下意识攥紧，帅脸上竟不自觉地泛起一阵红晕。虽然在雌少熊多的兽氏大陆，雌性拥有多个兽夫是很常见的，但是苍岭没有想到雨树会这样明晃晃地问出来。雨树直愣愣地看着苍岭，虽然他们才刚成年不久，但是优秀的苍岭已经是6阶兽人，想让苍岭当兽夫的雌性多的是，从来没有见过。
苍岭对哪个雌性这么上心，这让雨树有了危机感，干脆跑来问清楚。苍岭顿了顿，一脸认真的回答道：是的，我是喜欢秋秋，但是现在他还是个小雌性，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保护好他。苍岭以为雨树是要逼迫自己不要和他抢秋秋，没想到雨树呲起一口大白牙，屁颠屁颠的跑过来抱住苍岭。太好了，苍岭，以后我们都是好兄弟，你当大哥，我当二哥，我们一起照顾好秋秋。苍岭试图推开雨树的大脑袋，雨树却抱得更紧了，直接挂在了苍岭的身上。苍岭无奈地朝山洞里走去。第二天我睡醒时，雨树已经准备好早餐了，是没有味道的肉汤，但是雨树细心地准备了很多调料。我蹦跶两下上了桌子，眼神很快锁定了一种长得像胡椒的植物。我走近嗅了嗅，啥味也闻不到。我抬起小翅膀指挥雨树，嘴巴里发出叽叽叽的声音。雨树立马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拿起一块干净的石头，轻轻把胡椒砸碎了。我再次靠近低下头嗅了嗅，被砸开的胡椒猛地窜出一股辛辣味，呛得我狠狠打了个喷嚏，一屁股跌坐在桌面上。一旁的雨树笑得像个高压锅一样，吭哧吭哧的。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。雨树见好就收，用一个长得像勺子的小木棍勺了一大勺胡椒粉。这么多够吗，小啾啾？我的嘴角扯起一抹坏笑，朝雨树挥了挥小翅膀。雨树立马一脸警惕地看着我，刚刚笑得太嚣张了，小啾啾不会是想报仇吧？我看出了雨树的犹豫，连忙加大力度，连小尾巴都跟着扭起来。雨树看我使劲撒娇卖萌的样子，心都要化了。一只人见人爱的小啾啾，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他把木勺放在桌子上，笑得一脸灿烂，靠近我。我抖动翅膀，用力一蹦，稳稳落在勺子的把手上。勺子上胡椒像炮弹一样，直直朝雨树的脸上砸去。毫无防备的雨树做了个胡椒面膜，立马打起了喷嚏，甚至变回了原形。巨大的油笋在地上打着喷嚏，鸟毛飞得到处都是。我捧着圆溜溜的肚子，笑得来回打滚。雨树看我笑得开心，他也跟着傻呵呵的笑起来。我们玩够了，才开始喝肉汤。放了胡椒的肉汤立马变得好喝起来，两只鸟都喝得肚子圆滚滚的。雨树还想再喝一碗，我却像护食的小鸡仔一样护着汤，还发出叽叽叽的声音。雨树变回人形说道：小啾啾是想留一碗给苍岭吗？我使劲点点头。雨树拿过来一个有盖子的木盒。好啊，今天是狩猎队回来的日子，苍岭应该是去迎接他们了，我们也一起去吧。我开心的点点头，两下蹦跶到雨树的肩膀上，正准备出发，这时菊花突然冲了进来，她气还没喘匀就着急的说道：不好了，苍岭出事了！听到苍岭出事了，我立马着急的变回人形。菊花姐姐，苍岭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菊花喘着气说道：附近发现了流浪兽的痕迹，苍岭带人去追，回来报信的鹰兽人说苍岭失踪了。雨树立马进入战斗状态。秋秋，你别担心，我现在就去找苍岭，你在这里等我们回来。雨树说完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化作有隼飞走了。我想跟着一起去的话，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算了吧，不会飞的小肥啾，去了也只会帮倒忙。我扶着菊花到旁边坐下。菊花姐姐，流浪兽这么可怕吗？菊花擦了擦汗说道：是的，流浪兽没有情感，眼里只有偷和抢，尤其喜欢抢食物，偷部落里的小雌性。我微微皱起了眉头。小说里有苍岭遇到流浪兽这一段吗？还没等我想明白，洞门口突然哒哒哒跑进来一只小熊猫，绒绒的毛发在阳光下闪闪发着光，像一团燃烧的小火球，屁股上裹着一块小兽皮，看起来跟尿不湿一样，迈着内八的小碎步围着我转圈圈，我的眼睛立马放光。妈呀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菊花抱起小熊猫拍了一下屁股。阿布，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你阿父呢？我趁机戳了戳小熊猫的脸，没想到菊花直接把小熊猫塞到我怀里，然后掏出一个像奶嘴的东西递给我。秋秋，阿周的是我的崽子，现在外面估计乱成一锅粥了，我去看看，麻烦你照看一下小家伙。说完菊花就跑没影了，我顿时有点慌。让我玩小崽子我就会啊，叫我带孩子我哪里行啊？阿布见阿姆走了，胆子也大了起来，直接从我怀里跳了下来，拿起我的鸟窝研究了起来。我心想别让他跑出去就行，正准备拿个东西挡一下洞门口，转头却看到阿布把我的鸟窝当成干粮啃了，吓得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，掏出奶嘴塞他嘴里。小家伙瞬间安静下来，乖乖吸吮着奶嘴，嘴里还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。我刚想坐下喘口气，阿布又爬到桌子上研究起了胡椒粉，我赶紧过去准备收起胡椒粉，小家伙却朝我打开双手，然后狠狠打了喷嚏，又腥又呛的味道扑面而来。这下我也喜提胡椒面膜，等我缓过劲来，赶紧把胡椒粉收在兽皮口袋里，转身却看到阿布已经窜到洞门口去了。我立刻追了出去，小家伙七扭八拐的钻进了一条小路里，不愧是遗传了老虎的基因熊猫，跑起路来哒哒快，我在后面追得快冒烟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阿布终于停了下来，我以为是阿布调皮故意跑这么远的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正想过去把他揍一顿，走近了才发现阿布手里捧着一块肉干，啃得正香，奶嘴早就不见了。我顿时一惊，这荒郊野外的哪里来的肉干？不会是有人故意用肉干引小阿主过来的吧？我赶紧抱起阿布准备跑。阿布乖，快跟姐姐走，这里危险！阿布却好像是故意赖在这里的，重得像座小山一样，我怎么也拉不动他。这时地面突然震动了一下，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们，恐惧瞬间从我的脚底涌上我的头皮。我机械地转过身，一只长得像八爪鱼的怪兽挂在大树之间，黏糊糊的触须还在往下滴着液体，巨大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们。我差点把去年的年夜饭吐出来，手赶紧往口袋里摸去。突然八爪鱼张开樱桃小嘴朝我们突来，我赶紧把口袋里的胡椒粉往他脸上撒去。八爪鱼果然顿住了，狠狠打了个喷嚏，黏黏的大鼻涕朝我们飞来。我一把拍飞阿布手里的肉干，扛起他边跑边躲避。阿布果然恢复了一点清醒，在我怀里扑腾，叫嚣着要去和怪兽一较上下。我赶紧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。阿正，你认得回去的路吗？阿布扫了一下四周，使劲的点点头。我接着说道：很好，你跑得比较快，你回去找阿姆搬救兵，我去引开他。阿布还想说点什么，身后的八爪鱼已经逼近了。阿布一脸认真的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像个小火箭一样窜出去了。八爪鱼正想去追阿布，我捡起一个石头朝八爪鱼的脸上砸去。八爪鱼果然被我吸引，举起巨大的触须朝我砸来。我唰的一下变成小啾啾，利用小体型优势在草丛和石缝里钻来钻去。八爪鱼没有耐心了，挥动大触须一通横扫，我被打断的大树枝砸到翅膀，
直愣愣地朝地上砸去。我变回人形，在地上滚了一圈，手臂上传来剧痛。还没等我站起身，一张藤蔓巨网就把我困在地上，我手脚并用地挣扎着。身后传来一个粗壮的男声：“果然是个小雌性，太好了，老大肯定会奖励我了，我风爪也要走大运啦！”风爪长得又粗又壮，坑坑洼洼的皮肤上还在渗出粘液，一看就是刚刚那只八爪鱼。风爪伸出一只手，手指立马变成长长的触须，准备把我五花大绑。我急得小脸通红，一想到那黏腻腻的触须马上要糊在我的身上，我气得大喊：“你不要过来啊！”下一秒，木系异能被激活，身上的藤蔓巨网突然像活了一样，直直朝风爪照去。锋利的尖刺划破了风爪的脸，风爪的瞳孔瞬间变大，惊恐之中还带着些许变态般的欣喜，让人看了毛骨悚然。风爪舔了一下嘴角，居然还是个有异能的小雌性，太棒了！紧接着，风爪的触手瞬间化成刀片，撕拉一下就把藤蔓切得稀碎。我挣扎着站起身，才跑出去没几步，脚就被触须缠住，整个人扑通一声摔在地上。风爪化作八爪鱼已经到了我身后，鼻子里喷出来的热气又臭又黏腻，已经吹到了我的后脑勺。我不敢回头，蜷缩成一小团窝在地上，心里默默祈祷着：如来佛祖、财神爷、耶稣圣母、奥特曼，谁来救救我呀！突然砰的一声巨响，一头巨大的灰狼从天而降，锋利的巨爪闪着寒光，直直朝八爪鱼的脸刮去。两只巨兽立马扭打在一起。我回头看去，血腥味混着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这大灰狼是谁？没在部落里见过。我正准备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战斗却很快结束了。灰尘散去，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走了过来，一头橘色长发，头上顶着一对毛茸茸的狼耳朵，黑色的瞳孔里充满了占有欲，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顿时一惊，尼玛，这不会又是一个流浪兽吧？还没等我拔腿跑路呢，眼前的帅哥就闷哼一声倒了下来，后背的衣服上渗出鲜血。我顿时一惊，应该是刚刚被八爪鱼打伤了。人家好歹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。再说了，他长得这么帅，应该不是坏人。我赶紧上前扶住他，燃气却往后缩了缩，发白的嘴唇微弱地说道：“别搞脏了你的衣服。”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呕出一口鲜血，我亚麻呆住了。过年杀猪都没有见过这么多血。突然想起木系异能，我也顾不上有没有用，就把双手附在他的伤口上。我咬了咬牙，尝试调动体内仅剩的异能。可能是因为我的想法太过强烈，指尖奇迹般泛起绿色的光芒，翠绿的光芒在燃气伤口处流转，血流渐渐止住了，吓人的伤口也开始恢复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异能，眼前一黑，虚弱的晕过去了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天已经黑了，我已经无法维持人形，以小肥啾的形态躺在草地里。不远处的燃气正在烤肉，燃气见我醒了，立马拿着烤肉凑过来。小家伙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肚子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烤肉？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，我都不知道先回答哪个。关键是我现在只能说鸟语，你也听不懂啊。我的视线落在烤肉上，那滋滋冒油的烤肉看着怪眼熟的。直到我看到烤肉上那圆圆的环，我吓得一蹦3尺高。尼玛，这不是那八爪鱼的触须吗？大哥，你是真不挑食啊！我立马趴在旁边干呕起来。燃气看到我的反应这么大，赶紧把烤肉丢掉了，又递给我个小果子，尴尬的挠挠头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我想着我们受伤了，要多吃点肉。”燃气看我难受的厉害，刚伸手想把我放在手心里，我有些警惕的看着他。才刚从臭章鱼嘴里逃生，眼前的帅哥还不知道什么来路，还是要小心点儿。燃气看出了我的犹豫，他捋了捋头发说道：“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燃奇，是巨石部落狩猎队的队长，五阶狼兽。”他又靠近我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我单身哦。”听到巨石部落，我才放心了，抖了抖翅膀坐下，小口啄着果子。原来是狩猎队的，难怪之前没见过。提到狩猎队，我突然想起早上失踪的苍岭，不知道他平安回来没有？小熊猫有没有找到菊花姐姐？这下我也没心思吃东西了，立马原地蹦跶起来，小翅膀着急的指着回家的方向，嘴里叽叽叽的叫着。燃气立马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你想回家了是不是？没问题，我现在带你回家。我还以为燃气会变成大灰狼带我回去，没想到他突然开始脱衣服，手稍稍用力把衣服向下一拉，那喷张欲出的胸肌随呼吸起伏着，再往下，紧实的64块腹肌毫无保留的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我立马用漏缝的小翅膀挡住眼睛。我滴个亲娘啊，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燃气就把我提溜起来，放在他的腹肌上。我在这里临时做了个鸟窝，准备好我们就出发喽。燃气的操作差点惊掉我的下巴。腹肌里搭鸟窝，还是你们兽师的会玩啊！我正想试一下手感，不远处却传来了苍岭的声音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苍岭一脸不爽地朝我们走来，我看到是苍岭，立马蹦跶下来。苍岭稳稳接住我，把我捧在手心里仔细地瞧着，心疼地问道：“秋秋，你受伤了？”我摇了摇小脑袋，身后的燃气开口道：“秋秋是为了救我，消耗了太多的能量。”苍岭看到燃气还露着腹肌，而我的小眼神还时不时往他那里瞟，苍岭更不爽了。可还没等他开口，雨树突然窜了出来，骂骂咧咧地冲向燃气：“你个龟孙，你晃着那排玉米干什么？就你有事吧？”说话间变成有隼开始啄去，吓得燃气也变成了灰狼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我刚想提醒一下燃气身上还有伤，我花了好多灵力才救回来的。苍岭却往我嘴里塞了颗葡萄干，然后抱着我转身走了，嘴角还挂着一丝不易擦绝的坏笑，像是故意纵容雨树趁机报复燃气似的。回到部落，苍岭先是带我去了巫医那里，巫医婆婆检查了我的伤势，表情却有些凝重，半晌才开始给我的小翅膀打上石板，又给我熬了一堆难喝的药水。就在我皱着眉头喝药时，雨树和燃气赶来了，两个人灰头土脸的，一个嘴边沾着狼毛，一个头上插着鸟毛，像两个村里带头打架的小混混。这谁能看得出来？一个是鹰族少主，一个是狩猎队队长啊！我叽叽叽地笑出了声，两人看到我没事才放了心。苍岭准备抱我回山洞时，巫医婆婆却叫住了他，两人在洞门口神神秘秘的，不知道在聊什么。等我回到山洞时，菊花姐姐已经准备好烤肉了，小熊猫也在。阿布一看到变成小肥啾的我，立马好奇地围过来，捧着我的小脸一顿蹭。原来小熊猫回去找阿姆时，在一个岔口迷了路，在森林里走了好久，
最后还是被巡山的雨树发现的。所以苍岭他们赶来时，天都黑了。菊花姐姐一个劲的跟我道谢。如果不是秋秋，今天我肯定就被那流浪兽抓走了。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被人肯定和感谢，小尾巴都不自觉地摇了起来。吃烤肉时，小熊猫还拿出了它珍藏的蜂蜜，抹在嫩嫩的烤肉上，顿时给我香迷糊了。我早就饿得两眼冒金星了，抱着烤肉吃了起来。没一会，小肚子就吃得圆滚滚的，还满足地打了个饱嗝。吃饱喝足，我准备回窝里睡觉，大家也都回去了。苍岭却坐在旁边，迟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我歪着小脑袋看向苍岭，月光像是给苍岭镀了一层冷白的柔光，银辉落在他微垂的眼睫上，投下浅浅的阴影，勾勒出高挺的鼻梁。一眼望去，清冷又惊艳。我又一次被苍岭帅到，口水差点流下来。苍岭也注意到了我的小表情，眼角挂着一丝满意。他起身看向我，眼里写满了温柔。今天让你受惊了，你睡吧，今晚我会守在洞口。说完，苍岭便转身出去了。我心里五味杂陈的，按理说苍岭也不是我的受夫，没有必要为我做到这种程度。是不是我对他来说是不一样的呢？折腾了一天，没一会我就睡着了。此时洞口的苍岭却皱起了眉，脑海里回想着巫医婆婆的话：这个小肥啾可能不是寿氏大陆的雌性。苍岭望着月色，神情凝重，心里暗自做好了决定。第二天太阳晒屁股时，我还在鸟窝里睡得四仰八叉的，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才迷迷糊糊坐起身，发现翅膀上的木板已经掉了。其实本来就好的差不多了，是苍岭太过紧张，非要巫医婆婆仔细检查。巫医婆婆架不住苍岭的碎碎念，才给我上木板。我站起身抖了抖翅膀，这一觉睡得老安稳了，加上没有了木板的束缚，我感觉浑身都是劲儿。鸟窝旁边已经放好了早餐，我美滋滋的吃了起来。突然我看到木架子上的小盒子，是苍岭用来装葡萄干的。苍岭怕我贪吃，特地放得高高的，我顿时牛脾气上来了。哪里有鸟不会飞的？我又不是企鹅。我看向距离不远处的桌子，突然来了感觉，我擦了擦小嘴巴，跳到石床上，石床又长又平，正好给我助跑。我压低身子，小脑袋微微前伸，圆溜溜的眼睛盯着前方，翅膀先贴着身体，小幅度扇了两下蓄蓄力，紧接着两条小短腿交替快速往前冲，小小的身子贴着地面向前窜，翅膀突然猛地张开，爪子狠狠一蹬地面借力，圆滚滚的小身子瞬间离开石床，翅膀越扇越快，成功就飞到桌子上。我高兴地在桌子上蹦跶，嘴里发出叽叽叽的声音。有了这一次的成功，我的胆子大了起来，目光直接锁定放葡萄干的高架上，我后退几步到桌子边缘，又开始了一段助跑，然后张开翅膀使劲扑棱，果然又成功飞到高架上。但是我没想到高架的边缘像打了蜡一样，滑得我顿时跳起了街舞，一个没站稳，扑通一声掉到地上的水盆里，浑身都湿透了，还洗剃三毛发型。苍岭听到声音跑进来时，就看到我这落汤鸟的模样。苍岭笑呵呵地拿来一块兽皮，先把兽皮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把我从水里捞了出来，正准备用兽皮帮我擦干，高架上盒子就忽然掉了下来，砰的一声砸在水里。我被吓了一大跳，以为流浪兽又来了，赶紧溜到桌子底下藏起来。苍岭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蹲下身子把我提溜出来。我本来就湿漉漉的羽毛躲在桌子底下，更是沾满了泥灰，这下白色小肥啾直接变成小麻雀了。苍岭笑得一脸宠溺，还用手轻轻刮了一下我的小鼻子。没办法了，今天只好给你洗个澡了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跺起了小碎步。洗澡。我抖了抖自己脏兮兮的翅膀，又低头看了看脚下的小爪印，居然盖的兽皮到处都是，确实是该好好洗个澡了。没一会，苍岭就端了一小盆温水进来，上面还飘着新鲜的花瓣。我蹦跶到水边，用翅膀尖尖划拉了一下水面，水温刚刚好，我已经准备好要进水洗澡了。没想到苍岭直接上手，温热的大手捧着我进到水里，水瞬间浸湿了我的羽毛。苍岭纤细的手指开始在我身上游走，我内心顿时小鹿乱撞，我的小脸烫得不行，还好有羽毛挡着，不然我现在看起来估计已经成红烧小肥啾了。洗了好一会，苍岭才慢悠悠地把我从水里捞出来。洗完澡的我看起来更加白净了，我下意识地抖了抖翅膀，小水珠们瞬间洒到了苍岭的衣服上。其实没洒到多少水，苍岭只是一脚微脏，但是他突然想起那天晚上我偷瞄燃气腹肌的事情。苍岭唇角微勾，漾开一抹痞气十足的坏笑，紧接着他居然当着我的面开始脱衣服，薄衫贴在背上，勾勒出后背紧实的肌肉线条，冷白的皮肤裹着力量感，禁欲又撩人。苍岭等了一会，却没听到我的尖叫声，忍不住嘀咕道：难道是不够有吸引力？苍岭特地微微侧过身，那充满力量感的胸肌还故意跳动了几下，透着股显白的劲儿。苍岭又耐着性子等了好一会儿，身后却还是半点动静都没有。难道被我帅晕了？苍岭赶紧转过身，却看到一脸懵逼的雨树和正在偷偷擦鼻血的我。苍岭捕捉到我的反应，眼底藏着几分狡黠的得意，迅速把衣服穿好。雨树惊得下巴都快掉了。苍岭，你刚刚在干什么？苍岭拍了拍衣服，轻飘飘地说道：没什么，身上长虱子了。雨树顿时气得跳脚，骂骂咧咧道：你一条大蟒蛇，跟我说身上长虱子，忽悠谁呢？你是不是趁我不在准备色诱小球球？我顿时炸毛，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啊！我赶紧扑棱个小翅膀飞出去了。苍岭和雨树看到我会飞了，立马跟了出来。我现在还飞不远，只能在比较近的几棵树之间来回飞。苍岭像个着急的奶妈，在树下张开怀抱来回跑，准备随时接住我。我练习了一会，开始尝试飞往更高的天空。雨树干脆化作有隼陪着我练习，羽翼带起的风拂过枝头，他朝我鼓励道：秋秋别害怕，我就在你身边。我抖了抖白色的小翅膀，目视前方，先是习惯性助跑，然后两只小爪子猛地一跃，稳稳起飞，终于飞在空中。我开心的叽叽喳喳直叫，围着低空盘旋的有隼转圈，小身子都透着雀跃的劲儿。我一会下降感受失重感，一会上升感受风拂过我的身体，那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。天哪，
我真的在飞呀！雨树飞在我身边，那得意的小眼神飘向苍岭，仿佛在说：看吧，我能陪秋秋飞翔，你这长虱子的大傻蛇就只能在下面看着喽。就在我飞得正欢时，突然一阵强风吹来，我被风晃得失去平衡，眼看就要撞向树干。雨树立马俯冲而下，精准的用羽翼兜住我，我的小翅膀飞不了太久，雨树干脆把我放在背上飞。这次我不敢得意忘形了，老老实实的待在雨树身边。突然我发现不远处的小山丘上聚集了一群族人，我以为又是什么好玩的聚会，立马拍了拍雨树的翅膀，又指了指小山丘。雨树立马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在苍岭的上空盘旋，准备跟他打声招呼，却发现底下的苍岭神色凝重，正在和菊花说着什么。雨树只好带着我先出发了，没一会就到了。族人把小山丘围得跟铁桶一样，我还以为中间是什么宝贝，赶紧使劲往里挤，却看到中间躺着小熊猫，小熊猫脸色发白，看着快断气了。我赶紧从雨树肩膀上跳下来，经过这2天的休养，我的异能已经恢复了一些，我立马集中精神，果然变回了人形。我抬手触摸阿布的额头，烫得吓人，我着急地问道：小阿布，这是怎么了？菊花姐姐呢？话音刚落，小阿布猛地弓起身子，像是被电流击中般，浑身剧烈抽搐出来，嘴角还溢出少量白沫，这可把我吓坏了。我赶紧催动异能，绿色的微光缓缓包裹住小阿布的身体，空洞的眼神里渐渐映出绿光的影子，整个小身体开始安静下来。我有些虚弱地跌坐在地上，雨树立马稳稳护住我。这时不远处传来了菊花着急的声音：咸水来了，快让让！族人们立即让出一条道，菊花着急地跑到阿布身边，身后的苍岭稳稳端着一个食碗，目光扫过我时，眉头微微一皱。菊花扶起小阿布，却发现他已经不发热了。苍岭递来咸水，让小阿布喝下，没一会，阿布就恢复了力气。抬头看到是阿母，直接钻到怀里撒起了娇。苍岭把剩下的咸水端到我面前，语气里都多了些急切：秋秋，你是不是也不舒服？这里还有一些咸水，你快喝了吧。我好奇地看向碗里，白花花的清水，啥也没有。什么是咸水？苍岭抬手擦去我额头的汗，就是精盐兑的水。原来巨石部落在兽氏大陆的南方，这里精盐十分稀缺，每次都要收集有价值的物品，让狩猎小队带去兽氏集会上换取。这次狩猎小队回来的路上，遭到流浪兽的袭击，精盐都损坏了。成年兽人们不吃精盐也没什么事，但是小幼崽们长期没有摄入精盐，身体就会出现精神恍惚和抽搐。我这才想起来，来到这里这么久，确实没有吃过盐，食物不是酸的就是甜的，我还以为是这个时代没有盐呢，原来是太过稀少啊。苍岭又催促我快点把咸水喝了，这是他洞里仅存的精盐了。我本来想让给部落里的小幼崽们，但是我刚刚又消耗了一些异能，鸟命要紧，我拿起食碗咕噜噜喝完了。这时燃琪带着巫医婆婆从旁边经过，巫医婆婆像风筝一样被燃琪拎着，老骨头都快散架了。我和苍岭对视一眼，默契的点点头，连忙跟了上去。刚到山洞口，就听到里面此起彼伏的哭喊声，出现抽搐的小幼崽越来越多，精盐早就没有了。巫医婆婆急得团团转，燃琪自责极了，一拳砸在石壁上，雨树拳头攥得咯咯响。我现在带着兽盒去集市上换精盐吧。苍岭神色凝重，估计还没有飞出南部，你就被流浪兽盯上了。就在大家都急得团团转时，我的眼前突然浮现一串蓝色的字幕，这是什么？我还以为是自己急得出现幻觉了，下意识抬手去摸，手指却从字体穿了过去，视线落在地上的小草时，字幕又出现了：荧光苔草，起落光，叶片汁液涂抹伤口可缓解疼痛。我惊喜地蹲下身，伸手摘下一片叶子，朝苍岭问道：苍林，这草叫什么名字？苍岭走近几步说道：这是荧光苔草，可以缓解伤口疼痛，这里很常见的。我强压着内心的欢喜，对上了，和刚刚的字幕都对上了，难道是觉醒了穿越的金手指？我又把视线对准其他植物，果然都出现了提示，会不会有什么植物含盐分比较高呢？我像个扫描仪一样，弯着腰开始在草丛里扫视起来，指尖扒拉着枯黄的草杆，一连扫视了10几种，没一个有用的。我顿时有点泄气，甩了甩手上的泥巴。也是，要是有含盐分高的植物，苍岭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。我的小心脏刚揪起半截，膝盖蹭到猪贴地长的怪草，看着就和别的草不一样。我赶紧把视线对准它，蓝色的字幕立刻跳了出来：盐霜草，植株含天然内盐，可捣碎取汁提盐。找到了！我低低喊了一声，用指尖攥住草叶，轻轻掐了一下，然后凑到鼻尖闻了闻，果然有淡淡的咸涩味。苍岭以为我是不开心，在拿小草出气，正想走过来安慰一下我，我抓起盐霜草，开心地跑向苍岭，激动地抱着他说道：太好了，苍岭，我找到盐了！苍岭的肩背僵了半秒，耳朵烧得发烫，指尖悬在半空，都不知道该往哪放。雨树他们听到动静，赶紧跑了过来，看到苍岭暗爽的表情时，忍不住狠狠瞪了一眼。半晌，苍岭才反应过来，你找到盐了，在哪儿？我得意地晃了晃手里的草，就是这个。三人看着我手里绿油油的草，露出同款的一脸懵逼。现在没时间和他们慢慢解释了，我把盐霜草凿碎放到石锅里煮起来，没一会水就变了颜色。我心急地尝了一下，果然有咸味。苍岭和燃琪也赶紧试了一口，下一秒两人眼睛亮了，我却有些担忧起来。虽然有咸味，但不一定对小崽子有用。雨树也上前想试一下，燃琪却直接连锅都端走了，边跑边说道：再试都没有了，赶紧拿去给巫医婆婆和小崽子们试一下。我们立马也跟了上去。山洞里族人们听说燃琪带咸水来了，个个都撑着脖子，眼巴巴地等着。燃琪把咸水先分给出现抽搐的狸猫小幼崽，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小幼崽的反应。狸猫小幼崽喝完咸水，果然停止了抽搐。就在大家都以为小幼崽好转时，小狸猫突然一个驴打挺，像挺尸一样直直坐了起来，两个圆溜溜的大眼睛死死盯着前方，我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。我正想过去用异能查探一下，小狸猫却突然咂巴嘴巴，一脸嘴馋的表情撒娇道：阿母，刚刚的是什么糖水？真好喝呀，我还要。听到小狸猫的话，我才把心放回肚子里，偷偷舒了口气。巫医婆婆立马上前检查小狸猫的情况，确认小狸猫已经退热好转了，笑着对我点点头。得到巫医婆婆的肯定，所有族人立马欢呼起来。苍岭赶紧安排大家去采摘更多的盐霜草，雨树带领族人帮忙运输，燃琪组织狩猎队的成员开始起锅烧水。我在一旁确认族人摘回来的草药，大家分工合作。这一夜忙到很晚，直到所有的小崽子们都开始好转，
族人们才各自回去休息。苍岭在一旁看着认真辨别草药的我，眼神里流露出自豪又热烈的神情，恨不得把我据为己有。巫医婆婆打趣道：“你有这么出色的小词主，以后可就幸福喽。”一旁的我瞬间小脸通红，盐霜草都差点掉地上。词主，我的小眼神瞟过苍岭时，他不仅没有否认，还一脸欣喜地盯着我。我赶紧把刚刚检查过的草药又拿起来胡乱看着，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。身边不少单身的雄兽人也听到了，居然都上赶着起哄，个个嚷嚷着让我当他们的小词主。野牛当场开始修腹肌，狐狸拿出一大把兽核，青蟒竟然当众说自己有2根，甚至开始脱衣服。我尴尬的想找个狗洞钻一下，这是什么新型社死大场面啊！这时雨树也赶紧凑过来，扯着个大嗓门喊道：“还有我，我也要！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身后的燃旗强行闭麦。你什么你，毛都没长齐就想找词主？我看你是想找揍！两个人又开始拌嘴，我赶紧趁乱溜了出来，来到小溪边洗了把脸。这瘦氏的帅哥也太热情了吧！我正想喝口水压压惊，却发现水面倒映出来的自己已经悄悄长开了，婴儿肥和稚气褪去，肌肤变得越发银白细腻，还透着淡淡的粉晕，粉嫩饱满的唇瓣，不笑也像含着浅甜，像春日揉碎的阳光，温柔又鲜活。我忍不住对着水面欣赏了起来，完全没发现不远处的大树下正藏着一个人，黑暗中的绿瞳泛着幽光，正死死盯着我。看来风爪的信息没错，这个小雌性果然不一样。这是一阵风吹过，那人身上的配饰发出了微弱的声音。当过鸟的都知道，小鸟的听觉是很灵敏的。我隐约感觉有危险，赶紧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，慢慢站起身，往黑暗中看去。我紧张地攥紧了小手，不远处的身影越来越近。就在我准备把石头砸出去时，那人却温柔地叫了一声：“秋秋。”我停下动作一看，是苍岭。苍岭看我脸色苍白，立马着急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，秋秋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把小石头扔水里。苍岭以为是刚刚大家的举动吓到我了，从身后摸出个油润润的大鸡腿，在我眼前轻轻晃了晃，金黄的肉香一下子飘进我的鼻尖，我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折腾了一天，我都饿坏了，连忙伸手去拿。苍岭却故意往上举了举，我下意识踮着脚伸手就想去够，一个没站稳，扑进了苍岭怀里。苍岭长臂一伸，稳稳揽住我的腰，那只拿着大鸡腿的手顿在半空。他低低的笑出了声，温柔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耳边，我的小脸瞬间烧得发烫，下意识往后退了退。苍岭笑得一脸不值钱，耐心的把鸡腿上的嫩肉一点点撕下来，再递到我嘴边。我也顾不上那么多，接过鸡肉吃了起来。没一会，大鸡腿就吃完了，这才想起苍岭好像一口没吃。我把手里最后小半截鸡肉递到他嘴边，苍岭愣了愣，然后低头轻轻含住，温热的唇瓣不经意擦过我的指尖，一阵酥麻的暖意顺着指尖直窜我的小心脏。我强忍着想要尖叫的冲动，赶紧把小脸别过去。苍岭也是见好就收，安静地坐在我身边，又休息了一会，我们才起身回去山洞里。正好遇到准备出来找我们的雨树，雨树一见到我们就像查寝的宿管。苍岭，你为什么和秋秋单独出去了？有没有背着我做什么小动作？苍岭只是笑着耸了耸肩。你猜？我赶紧溜进山洞里，却看见巫医婆婆在一旁叹气。巫医婆婆怎么了？巫医婆婆指了指石桌上的草药说道：“这个小草不多了，还是要想办法去北大陆换取精盐才行。”燃旗立马接话：“我现在就回去准备，安排狩猎队尽快出发。”我忍不住思索起来，北大陆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原小说里北大陆是不是有大反派剧情来着？我赶紧说道：“我也想去。”此时的我还不知道，北大陆巨大的危机正在等着我。洞外的雨树听到后，暗自下了决心，换取精盐需要有价值的物品。巨石部落目前刚好有一批石器，巨石部落的石材是整个兽氏大陆最适合做石器的天然石材，做出来的石器在北大陆非常受欢迎。为了加快速度，我也去帮忙，每天忙得灰头土脸的。这天在整理石器时，我总觉得做出来的石器光溜溜的，虽然质量很好，但是外形太过单一，不够美观。我突然想起植物系统，赶紧利用系统搜索，找到了可以食用还不易褪色的花朵。我把花瓣凿出之后，拿着小羽毛在石器上作画，石器看起来果然更加的精美了。但是时间有限，没办法大规模制作，我只在几个小的石器上画了图案。在等图案风干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已经好几天没看见雨树他们了，少了雨树这个小话痨，居然还有点不习惯。菊花看到我在发呆，用胳膊轻轻撞了我一下。怎么啦，秋秋？是不是在想小情郎呀？我的小脸刷的一下就红了，赶紧摆摆手说道：“没有。”慌乱中碰到了石器，石器悄无声息地掉在了粘土里。菊花又笑呵呵地打趣道：“不要急，他们肯定是回去准备嫁妆了。”我的瞳孔瞬间放大，嫁妆？菊花这才想起我是被抛弃的小肥鸠，估计以前没有兽人跟我提过这些。他又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对啊，等这次集会回来，就是我们巨石部落的兽神大会了。所有未结履的雄性都会带着嫁妆向雌性提出结履哦。”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到苍岭，难怪好几天没看见他了，难道他也去准备嫁妆了？我正低着头思索，菊花突然提高了声音问道：“秋秋，你喜欢野猪兽人？”我一脸懵逼地抬起头。啥？野猪？菊花拿起来粘土里的小石器，朝我晃了晃说道：“不然你在石器上画野猪干什么？”我接过来一看，原本的玫瑰花图案居然变成了小猪佩奇的模样。我尝试用手擦掉，但是花枝已经风干了。这时有族人进来催促打包石器，我只好把它一起装进去了。此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个小猪佩奇将给我带来怎样的风波。出发去北大陆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我也赶紧收拾好装备，尤其是最爱吃的肉条和葡萄干。我变成小肥就在鸟窝里美美睡了一觉。第二天出发的号角吹响时，我还在鸟窝里睡得正香。洞口的苍岭都等着急了，直接进来把我小包裹背上，再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在掌心里，宠溺地吐槽道：“小懒虫。”此时前往集市的狩猎队已经整装待发，燃旗作为队长走在前面，雨树则化作游隼在空中巡视，苍岭悠闲地带着我走在最后。虽然在赶路，但是苍岭的怀抱却安稳地出奇。直到大中午我才醒过来，苍岭的黑色衣服把周围裹得严严实实的。我懒洋洋地翻了个身，嘀咕道：“怎么还没有天亮？”周围却传来族人们的讨论声。我猛地弹起，从苍岭怀里钻出小脑袋，抬头看去，太阳早就晒屁股了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还好有苍岭啊。
突然想起我的小肉干，我对着苍岭叽叽叽的叫了起来。苍岭立马明白我的意思，拿出包裹晃了晃，又抽出一小块肉干塞到我嘴里。我美滋滋的吃起了肉干，小嘴巴塞得圆鼓鼓的，开心的直晃脑袋。这时雨叔发现我醒了，特地飞到我旁边，邀请我和他一起上去飞。巨大翅膀扇动的风把我的发型都吹乱了，我擦了擦嘴巴，跟着雨叔一起飞了上去。风大时，雨叔下意识把翅膀往我这边拢了拢，帮我挡去大半阻力。我们并肩掠过云端，连风都变得温柔起来。越往北大陆靠近，空气便越发燥热。我扑腾了一会，就觉得精疲力尽，乖乖钻回苍岭怀里。燃气让小队停下休整，我热得蔫蔫的，羽毛都可以掐出汗来了。苍岭垂眸看了看，然后把双腿化作蛇尾，轻轻把我圈住。冰冰凉凉的触感袭来，我就像夏天里走进空调房一样，瞬间舒展开来，舒服的抱着蛇尾一顿蹭。雨叔见状也立马变成迷你游隼，扭着屁股朝苍岭走来，嘿嘿的笑道：苍岭，我也要凉快一下。说着他就朝我扑来。苍岭的眉头轻挑，尾巴尖尖，立马圈住小游隼，像扔小皮球一样把雨叔丢了出去。雨叔摔得一脸灰，顿时气得跳脚，骂骂咧咧的走了。我叽叽叽的笑出了声。与此同时，北大陆的商队里，柳嫣嫣已经出发了。由于白天太热，我们只能晚上出发，连续赶了几天路，终于到达了兽氏大陆的中间站。有些部落的小队会在这里进行交易，所以这里也聚集了较大的集会。集市位于森林一片开阔的空地上，四周被巨大的参天古木环绕起来，看起来就像天然的围墙。燃气开心地说道：我们先在这里休息几天，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就在这里交易，不要让小崽子们等太久。大家默契的点点头。燃气带着队伍绕过几个弯，找到一处僻静的角落，开始搭建临时住所。我从苍岭的兽皮袋探出小身子，正想变回人身，苍岭却一把将我摁了回去。他低声说道：这里可能混着流浪兽，你身上没有节旅的印记和气息，容易成为流浪兽的目标，还是先保持兽形吧。我乖巧的点点头。临时住所很快搭建好了，苍岭又拿出肉干煮了汤，终于喝上热乎的了。我把食碗舔得发光。吃完饭后，大家开始轮流休息。燃气作为队长是第一个站岗的，我像个第一次远行的孩子，兴奋的睡不着，干脆窝在燃气的狼尾巴里一起站岗。兽市的夜空很亮，星星多得数不过来。我转头看向燃气，月光洒在他身上，少年气与野性揉在一起，帅气的五官带着冷冽的气质，一看就是十分可靠的队长。燃气既不像苍岭一样溺爱我，也不像雨叔那样完全信任我，他的身上总有一种让我看不透的感觉。此时，燃气正拿着我作画的石器，仔细地端详着，都快把石器看穿了。他忍不住嘶了一声，然后用毛茸茸的狼尾巴扫了一下我，示意我可以变回人身。我扫了一眼苍岭的帐篷，然后唰的一下变回人身。这几天可把我憋坏了，毕竟小鸟没有手也不能说话。我赶紧伸了一下懒腰，转过头时，燃气正皱眉看着我，他冷不丁问道：你真的是兽氏大陆的雌性吗？你为什么识得做咸水的草药？为什么知道这个花枝可以作画？还有，这上面画的是谁？面对燃气的质问，我却一点也不慌。我接过石器，指着佩奇的图案问道：这是谁？你不记得了吗？燃气被我问得有点懵。这是谁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的视线在燃气身上扫描，小脑袋瓜头脑风暴中，看来燃气不是那个穿越过来的大反派。我把石器塞回燃气手里，一脸认真的开始胡说八道。这上面的是谁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掉到粘土里印出来的。上次菊花姐姐已经跟你说过了。至于我为什么认识严霜草，那是因为……我故意压低了声音，甚至有点委屈的抽泣起来。燃气瞬间慌了，他支支吾吾的说道：你怎么了？我悄悄捏了自己一把，勉强挤出几滴眼泪，开始随地大小眼。我是被族人抛弃的小雏鸟，想要获得咸水，自然什么都要靠自己了。这下燃气更自责了，他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子。小球球不哭，是我不好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听到燃气的话，我的嘴角扯起一抹坏笑，我抬头可怜巴巴地看着燃气。那你呀，变成小狼崽子给我玩。燃气错愕中又带着些害羞，他顿了顿，接着就变成小狼崽子跳到我怀里，一身浅灰茸茸的短毛，耳朵间软软耷拉着，圆溜溜的琥珀色眼瞳，看起来连奶气十足。我的眼睛瞬间亮得发光，先轻轻碰了碰他毛茸茸的后背，指尖顺着毛流轻轻顺过，又捏了捏他软乎乎的狼耳朵。此时的燃气整个人已经爆红，内心狂叫：那个地方只能此主摸啊！我哪里听得到他的心声？罪恶的双手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小狼崽身上游走，甚至把他抱起来放在脸上使劲蹭。没办法，苍岭是光溜溜的蛇，榆树是扑棱的游隼，像燃气和小熊猫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，我可是馋了很久了。燃气已经从最开始的畏畏缩缩，到现在的完全放松，甚至已经开始享受上了，还发出舒服的呜咽声。我入得太入迷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黑暗中，那双泛着绿光的双眼正在死死地盯着我。就在那抹黑影按耐不住，准备偷袭时，燃气唰的一下变回了人身，像个意气风发的少年。那双闪闪发光的双眸正含情脉脉地看着我。我赶紧收回了手，正准备变回小鸟睡觉，燃气却一把拉住了我，温柔又带着些勾人的语气响起：撩完就想跑。说着，他那饱满的嘴唇就朝我逼近，我还来不及推开他，身后就响起了一道陌生的嗓音：我当这是谁呢？这不是被我们抛弃的小肥鸟吗？燃气立马松开我，把我护在身后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是两个鸟族兽人，高大的身形，预估身高有2米，尤其是那大长腿，看起来比我命还长。等等，谁是小肥鸟？我吗？黄色头发的鸟兽人上前2步，一副鼻孔看人的表情，贱兮兮地说道：没人要的小肥鸟，到了这个老破小部落倒是挺吃香。苍岭他们听到动静，立马都冲了出来。雨叔是个暴脾气，他立马回怼道：你说谁是老破小？你个黄毛鸟才是弱不禁风的。黄毛鸟脸色由红转青，最后彻底黑了。他怒吼一声，像头发狂的犀牛般朝雨叔冲去，砰的一声闷响，雨叔连脚步都没挪一下，单手接住了对方的全力一击。雨叔的眼神变得越发狠厉，敢欺负我们家秋秋，要你好看！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雨叔手腕一翻，抓着黄毛鸟的胳膊就将人甩了出去，又是一声巨响。
黄毛鸟整个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重重砸在地上，扬起一片尘土，沙尘渐渐散去。只见黄毛鸟四仰八叉的躺在坑里，眼神涣散，显然还没回过神来。旁边的蓝毛鸟还想上前干架，苍岭直接释放出6阶蛇兽的威压，蓝毛鸟立马顿住，随后转身扶起了黄毛鸟，压低着声音说道：“不要生事，主子知道了，没我们好果子吃。”黄毛鸟强忍着怒火，两人化作兽形飞走了。我赶紧上前用异能查看雨树的伤势，雨树开始还嘴硬说没事，直到袖子被我强行扯开，雨树的手臂看起来又青又紫，我赶紧拉着他进去治疗。现在用异能我已经轻车熟路了，绿光从我的掌心亮起，缓缓渗入雨树的手臂，修复着那些细微的损伤。燃起靠在门框上笑得促狭，我就说嘛，接了那家伙全力一击，怎么可能一点事儿没有？你小子挺能装的。雨树的脸上难得浮现出一丝窘迫。与此同时，北大陆的兽神殿内烛火摇曳，狰狞神像投下的黑影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人吞噬。年迈的大祭司正跪拜在地上，枯瘦手指死死捏着古念珠。一道黑影悄无声息闯入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大祭司，小雌性找到了。”大祭司猛地抬起头，狰狞的脸上露出变态般的欣喜，声音沙哑的像在磨砂纸。很好，立刻出发。第二天，我们带着一部分石器出发去集市了。雨树受了伤，和几个兽人留在营地看守剩下的石器。我缩在苍岭随身的兽皮袋里，袋口被他轻轻掀开一道小缝，刚好够我探出小脑袋。我扒着袋口的绒边，圆溜溜的眼珠转个不停，满心都是藏不住的新奇，小身子都忍不住轻轻晃悠。苍岭的脚步沉稳，偶尔会轻拍一下兽皮袋，像是在安抚我这只小不点，时不时往我嘴里塞点新奇的零食。可惜这里的金盐不多，我们逛了一圈，只换到了少量的金盐和一些必需品。燃起带着其他兽人，打算再往集市深处转转，碰碰运气。苍岭和我去换些食物，路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小摊时，我瞬间被刚烤好的肉串勾住了目光，小喉咙不受控制的咕噜噜吞口水。苍岭低头瞥见我这副馋样，低笑一声，抬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小脑袋，随手从兽皮袋里摸出一件石器，跟摊主换了一串烤肠。摊主接过石器看了2眼，脸上立刻露出满意的神色，爽快的答应了。我捧着热乎乎的烤肠，小口小口啃得开心，满心都被香味填满，压根没留意到苍岭随手递出去的那件小石器，就是我之前画了佩奇的那一个。我们转身离开后没多久，摊位前走过一位雌性兽人，他无意间瞥到摊主摆在一旁的石器，目光落在那熟悉的佩奇图案时，整个人猛地一僵，脸上瞬间布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。晚上我们回到临时住所，燃起他们运气好，又换到了更多的金盐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手里的金盐已经够撑到下一次集会，准备明天就回去部落了。大家吃完饭就早早睡觉休息了，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总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小眼皮突突直跳，干脆变回人身，在附近透透气。我的视线警惕地扫过周围，总感觉黑暗中有双眼睛在盯着我。果然看到一个粗壮的大树后面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。我在地上捡起木棍，壮着胆子悄悄摸过去。就在我举起木棍，准备给他狠狠来一击的时候，柳嫣嫣惊恐地喊道：“我是女主角，我知道兽师的秘密。”